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今天分享个糯米饭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几个鸡蛋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松软好吃，比馒头好吃，比油条健康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昨天蒸的糯米饭，如果2次蒸就不好吃了。那我今天就用这些糯米饭呢，来分享一个早餐的做法。把糯米饭放大碗中，先用筷子把糯米饭搅散开，不要让它粘连在一起。搅散好以后，再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倒到糯米饭的碗中，再加入100毫升纯牛奶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糯米饭都能裹上一层鸡蛋和牛奶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，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1小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加入15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这里的面粉我们需要少稍的加，边加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了，就再加一点牛奶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面粉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，搅拌至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也放入盘中。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根火腿肠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起半根火腿肠，先分成2半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火腿肠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接着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小碗中。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去腥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蓬松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再用筷子搅拌搅拌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，再加入葱花、胡萝卜丁和火腿肠丁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上了五香粉或者是胡椒粉，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配菜完全融入面糊里。制作视频不易，1个小红心对于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大家了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菜糊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烙小饼的锅，先不着急开火，在每一个小锅里面都要给它刷上1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，油可以少刷一些，薄薄的刷上1层就可以。油刷好后，再把面糊舀入小饼模具中，一次不要放太多，1到2勺就可以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用勺子整理一下，把表面整理平整，摊成一个小饼的形状。全部整理好以后，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小火，先烙2分钟，把底部烙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，
用刮刀这样转一下圈，底部没有粘连，而且已经定型了。再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一个小饼呢都要给它翻面。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再烙2分钟。2分钟后再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翻一下面。依次这样重复操作，每烙2分钟都要给它翻一下面，直到把饼烙至两面金黄，饼微微鼓起，用铲子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烙熟了。然后用铲子把饼取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平底锅再刷一些食用油，在每个小饼的模具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，再舀2到3勺的鸡蛋液到小饼的模具里，鸡蛋液不要放太多，2到3勺就合适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把小饼放入鸡蛋液上，一定要趁鸡蛋液还没有凝固的时候把小饼放进来，有白芝麻的一面朝上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开小火烙2分钟，把鸡蛋烙熟，烙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来看看，用铲子把小饼拿起来看一下，底部烙至金黄，鸡蛋液定型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。像这样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糯米鸡蛋早餐饼就制作完成了。糯米饭这样做出来非常有食欲，吃起来外酥里软，浓浓的蛋香味，还有糯米的软糯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。我们可以提前1晚上把面和好，放冰箱冷藏发酵1个晚上。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几分钟就解决全家人的早餐。如果觉得用糯米饭麻烦的话，可以换成生米饭哦，这样做出来可以直接当馒头吃，吃起来比馒头更加有嚼劲，而且中间还有糯米的颗粒感，吃着越嚼越香，而且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